那时候我才40出头岁吧，我就是很严重的失眠。那后来我就遇到了我的身心工作的启蒙老师，后来有一天他就说来啦，我帮你操作一下身体啊，然后他帮我操作完，我记得我回家就睡到真的是天荒地老，真的都爬不起来。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绅士之席，我是曹淑玲 Milly 姐我们上一次呢在 YT 呢拍了5部的短影音，然后呢居然有听众回馈给我，现在来念一下他们的回馈哈。当然有一位就是我的花精彩油的老师凤姿老师，他说这个视频做得太棒了然后另外就是一位我的伙伴呢，高雄的身心工作老师玉如他说老师，我以前的价值观就是如此，你真是说进我的心坎里了，我转换思维，卖需要价值给客户。是的，我们就是带着客户需要的价值贡献给他，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更做好我们的工作。那因为呢上一次有请了一位小编呢来跟我在节目里面类似有一点对谈，那后来发现呢，这样我好像更能专注于就是讲这个音频那所以今天呢我再次邀请这位小编就是阿若，然后呢他来就是以后有一些节目呢我们可能都会用这样的形式来进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若对不起没有介绍你出来阿若就是跟我合作很久了，他也是我另外一个 YT 节目的小编那我们合作已经3-4年了是那阿若你可以跟大家再更仔细介绍你自己要仔细自我介绍吗？其实我就只是一个小编阿若，然后我是来算希望可以带到这个节目可以有一点带一些话题的作用希望可以希望大家不要嫌弃我这个对我也是不懂身心灵对是阿若是个身心灵麻瓜是一个麻瓜年轻人对不是很懂，希望大家不要嫌弃我有一些奇怪的言论这样。那我们这一集是要讲Milly姐你的历程嘛，我们希望让大家从头认识身心工作对然后顺便从头认识我是吧？是，那这集应该就会开始仔细聊聊Milly姐你的身心历程这样。你是指我从事身心灵工作的历程吗？对，这主要是身心灵工作的历程就是你怎么踏入这个行业这样好像我是不太懂身心灵的行业嘛我是刚好认识Milly姐，所以才知道有彩油花精这些东西。那它跟我一般熟知的保健品这些保健品有点不太一样，是包括介绍的产品的方式，因为保健品可能会说什么，比如说 GABA 可能会说什么色氨酸一些比较精油专有名词那如果是彩油花精感觉就是一些水晶矿物之类的花朵对花朵就感觉是非常大自然这样是，所以就想说那Milly姐你这个是怎么了解这些产品，然后是怎么踏入这些帮人家做身体的这个工作这样好这个因为年纪关系所以要话说从头各位要有一点耐心其实我本身是学国际贸易的但是我没有做过1天国际贸易。那在我从学校毕业之后呢，我就踏入了证券公司证券领域那证券领域其实在那边工作也是蛮好的，但是做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这里面好像没有我很喜欢学习的东西比如说股票的哪一只股票会上涨哪一只股票可以放空呢基本上我对这个完全没兴趣。那当初为什么要选这个科系我就刚好有这个工作，那因为那时候证券公司的薪水是高的是向前看就对了对向前看对吗刚毕业都嘛向前看OK 那我当然就向前看，又有老师的引荐我们就进入证券公司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如果只是在这边做行政的操作那仿佛有一点大材小用，你知道吗？大材小用对，我觉得我可以有更好的发挥，所以呢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来找一些我更有可以发挥的工作领域我可以尝试可以试试看这样。那时候还年轻嘛，
都才20几岁而已。然后呢就在一个机缘之下呢，我就进入了保险业。那也很幸运呢，就是我进入的是就是台湾算是非常优秀的一间保险公司。那么其实我一进去我就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哇，这个公司的气氛真的很好，大企业。对不只是大企业，就是说那个工作气氛很好，同事也很好，这样同事品质素质都很高，就是每天聊的话题呢我都很喜欢。然后呢早上呢就有很棒的训练，然后到了下午呢，大家拜访客户回来，就是在办公室喝茶喝咖啡，然后讲 case 我就觉得哇，哎呀，我很现代人就是真的很棒的一个公司，很棒的一个企业，然后很棒的一个办公室，非常优秀的同事。那我在这边也工作了很久很久。大概多久？有10年吗？其实我现在已经我现在登录还在保险公司我已经快40年了。是对，但是我真正呢，就是说我真正全心投入大概10几年的时间。在保险公司我就从事了就是全心投入这样10几年，我也都过得非常的开心但10几年过后呢，我又开始了，你知道就之前那个在证券公司，对，也不是大财，这次不是大财小用因为保险公司优秀的人真的太多太多了所以我那时候只是觉得，那我都一直在谈保险嘛，其实就是销售嘛，但是我又觉得说我每次都卖这些东西，就是金融产品那个保险然后就觉得说难道没有更新鲜的吗？是已经做腻了那种感觉吗？对其实就是职业倦怠是就已经有往上爬吗？没有升职之类的吗？我那时候是做到区经理嘛那感觉很高就还行但是我就觉得我真的已经不想再从事这个行业。对，我就觉得我喜欢这个公司我喜欢这个行业，但是我已经不想再从事了。我认同它，但我不想再从事了做10年够久了，可以换一个下一个10几年了所以我就一直在寻找但那时候我内心设定的是心理咨商师已经有一些想法了。对，因为我从那个20岁呢，我就开始订台湾那时候有一个杂志叫张老师月刊他每期月刊我都非常认真的阅读拜读，那我就觉得这里面的东西是内容是我很喜欢的，但是那时候的台湾并没有非常正规的心理咨商的这些系统变成我要去国外就学很麻烦对，而且我英文又很烂所以是当然就门槛对，这门槛太高了，我就当然不可能嘛那我知道我保险公司的同事有人真的去美国拿心理咨商师的执照但是我就觉得太难了啦，没这本事，说真的OK 好后来呢就是自己身体出问题了我前几天开一个甜美梦境工作坊就是本来那一天我是要开那个奶奶快回家工作坊，胸部的，对，就是胸部，让你的胸部这样子快回家这样的工作坊。结果那一群那个就是读书会成员，他们就说老师我们现在没有奶奶快回家问题，因为我们都已经60、70岁了我们现在大家的问题都是睡不着这好像也是很多人的问题所以我就是开了一个甜美梦境工作坊所以当初那个时候要转换跑道的时候是身体有睡不着的问题，这样很严重其实就是那时候我才40出头岁吧，我就是很严重的失眠大致上呢11点睡到大概12点我就醒了，然后就整夜不能睡到7点，忽然之间好想睡，那你说我怎么上班嘛？是对不对？然后每天就这样，我都快疯了。这种不能睡呢，如果你有经验你一定知道他不是说你不能睡你起来看书，你不能睡你起来看电视，不，你很想睡但是你睡不着，其实它是一种痛苦跟折磨当然跟现在我那个碰到床就可以睡到跟床合而为一，那是非常大的差距那时候就是面临
很严重的失眠问题，好，然后部分伴随着失智问题。什么意思？对，很多人都说怎么可能你40几岁失智，其实是这样。有一天我就记得我在办公室，我就跟我的同事说我觉得我变笨了。然后他说哈什么？我说我觉得我真的变笨了，就是我的反应跟思维没有以前那么灵敏，而且我常常有一种失神的状况，恍神出神哦。对对对对这个很严重，我就常常这样子，人家在讲话，然后我就这样听，可是我人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飘走。对，然后我也不是很能够控制自己。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很痛苦。是，那后来我就遇到了我的身心工作的启蒙老师，那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说，曹小姐，你这个就是你的胸椎怎样，你的筋膜怎样，你的腰椎怎样。好，那我就觉得他在画老虎兰花。什么意思啊？听不懂。什么叫画老虎兰花？画虎烂了。OK， 还要想一下。好 OK。可是呢，我每次去他们的店、他们的诊所找他们，他都这样跟我讲。后来有一天，他就说：“来啦，我帮你操作一下身体啊。”然后他帮我操作完，我记得我回家就睡到真的是天荒地老，真的都爬不起来这样子。那后来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道理，有点料。然后他好像那时候他就介绍我看一本书叫《身心合一》。大家如果有兴趣，现在还是可以在那个网络上找到这本书。就是说他的理论就是说，其实身体跟心灵呢，其实它是都息息相关的。那因为你知道我是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这种金融业，我很难想象什么叫身体心灵相关。台湾以前也没这个想法，也没这个学问，或许也有人出来大声疾呼，但是那时候的我也听不懂。后来我就是从这个我自己失眠跟失智的这个入口呢，就是慢慢走进身心工作的领域。除了失眠跟失智以外，还有其他问题吗？对啊，我不举手臂不举。对，我就是手举不起来。那讲到不举，我们性学都会很直接想到那个男性的不举，事实上不举的女性也很多，手臂举不起来。我告诉你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你知道很多那个停车场，你进去要投票，或是按个密码，或是按个键，然后抽出一张票或是一个扣。当然现在都是辨识了比较多。辨识就是那个车牌辨识但是以前你知道吗？当我不举的时候，那个票跟那个扣我真的是我必须开车门，然后下车，然后把它抽出来，然后再上车。这么僵硬？对，就是真的已经痛到那不止不举那还很痛，就是整个背那痛到我家那个各种按摩器具都有。我记得曾经我同事带一个小朋友来我家，那小朋友说：“阿姨，你为什么你全家都是这种东西？”因为阿姨身体不好，那边痛这边痛。对，太严重了。OK。好，这感觉应该是筋膜感觉发炎僵硬的关系。是，就是然后人家威胁我嘛胳膊痛、高肓痛，就病入膏肓。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怎么这么年轻我就要死了吗？于是我就去做些身体健康检查，我就去看了很多科，中医把脉啦，然后各种健康检查 X 光啦，后来我还照到那个什么电脑断层扫描，抽血啦。那我记得那个医生他就看着我的所有报告跟我说：“我可以请问你为什么来找我？”我说：“因为我很难过，就是我非常难受，我觉得我不行了。”然后他说：“曹姐，我跟你讲你这检查出来你比我还健康。”然后我就很生气，我不是很高兴我是很生气。我就跟那个医生说：“我都快死了，你还说我很健康？”睡不着。因为你睡不着，你失神，你不举，你就觉得你快死了嘛，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你都很正常。”然后你只好灰溜溜的回家。对，我只好
当然医生都很好，都会开一点点助眠的药吗？对，好保健品之类的，对，是维他命什么的。可是你知道吗？我是一个超会晕车的人。你知道那个晕车药你吃下去，你是神经开始很混乱，然后它是让你神经混乱，所以呢你不会晕车那我觉得那个医生开给我的药其实有一点像，就是我吃了之后呢，我的神经有一点混乱，我就不会一直想着我睡不着，我不举它是让你大脑有点强制放空那种感觉吧？大概吧。因为我有朋友吃一些忧郁症的药物，好像说他们那个药物的治疗方式也是让你强制让大脑停止工作那种感觉，就是强制放空这样。对，然后说真的，我已经快要失智了，我就很害怕我吃了这个我更笨，你知道吗？是大脑更放空，很可怕。那身体健康检查之后，这也没效嘛？后来不是有稍微接触到一点身心工作吗？对，就是我刚刚叙述的那位老师嘛，他就是帮我把身体做了调整之后呢，我回家就睡到天荒地老。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他说，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很有效其实就是做一些类似按摩的，他当然也有像物理治疗跟按摩结合起来的工作。然后我就打电话跟他说，那个我觉得老师你这样子讲的好像很有效，而且我昨天感受真的睡得很好呼吸也很正常手也很正常。那我们的老师就比较性情中人，他就把我痛骂一顿。怎么说？为什么骂？他就说你看我跟你讲的你又不相信，我讲了多久，然后就是把我骂了一顿之后呢，我就觉得他这些东西我应该要好好去了解所以我就常常去找他那他就说他把那个身体心灵筋膜骨架神经这些其实我真的本来是非常陌生的领域呢，他就是常常，因为我们那个老师他只要开口大概就是2到3个小时不会停很会讲对，他很会讲那我就是常常在面，反正我有一点失神嘛我就是在面听他一直讲，这样讲了好几个月。对，这是之前那个米莉姐你说有去找他拜师学艺的那个，对，然后一直被打回票说你没有天分的那个对就是那一位OK 然后呢就是跟他学了一阵子之后呢，因为他也觉得带我真的很累啦，因为我真的是没什么天分没什么这个操作身体的天分那个我题外话一下，那个米莉姐那个老师教你的是按摩身体跟筋膜放松，我们的老师是很有天分的一个老师他本身就是他有一点按摩加上物理治疗但他本身也不是物理治疗师，他不是是对，他那个时候就在听这些老师教的东西，对，我就是一直听他阐述各种，因为他很天才所以他可能他在操作或者他吸收的知识他都会把他讲的，我很喜欢听他讲话，因为这些我在保险界我都没听过那最后被打回票，因为我记得米莉姐是最后发现不擅长老师这个学派嘛。是，就是说老师比较有天分，但是我并不是一个有天分的人嘛，那么我可能就是要去跟随那种123 223比较系统性的，对那样的老师，所以我又去学了很多按摩老师的身体工作。哪些按摩比如说能量平衡按摩然后关节释放按摩然后颅剑骨然后量子触疗然后一些能量的工作那后来让我比较就是说我真正觉得非常特别的就是我又去学了家族排列这个能量工作那这时候我就忽然把这些变成有一个非常好的串联，就说跟之前的身体工作合在一起这样。对所以你现在如果常跟我讲哪一块肌肉哪一块肌肉，其实我没有在我们没有在记肌肉的啦。是吗？可是我看米莉姐你也很多关于肌肉的这些结构对这个结构的书我买很多，但是那些东西不会进到我的心里面去但是我们经过我们触摸或者是我们操作之后呢
这个身体里面的讯息或者是情绪或者是一些状态呢，会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会透由我们的手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所以我不敢说我做的是身心灵工作，我通常说它是一个身心工作，但是我也不能说我们做的是物理治疗的工作，因为我也没有物理治疗师的执照啊。那我们也不是靠着这个哪块肌，然后他怎么样操作来做这个工作的，并不是后来呢，我又结合了就是说花精跟彩油，它也是能量的产品，所以事实上我们比较像在操作能量工作。能量工作，所以是借由按摩身体，然后手感触到这个身体的能量，这样吗？对，我比较专长的是身体的能量。那有的老师可能身心灵嘛，它有3个入口身跟心跟灵，那我比较专长的是从身体去找这个入口。那有的老师可能他从事灵的工作，有的老师可能从事心的工作，那我是比较属于身体的。了解。那刚好可以讲到就是身世之喜这个标题嘛，米莉姐你不是说所有秘密都在身体里面吗？对，我的那个 slogan 就是所有的秘密都在身体里。这是我经过这10几20年的工作呢，我的一个感受啦。那当然它只是我个人的感受，但是这个感受呢，我做这个工作越久，我的感受就越深当然这经历过非常多的学习跟操作嘛，比如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祖辈给我们什么优点其实祖辈给我们所有的礼物就是在身体里。那有人会问我说，那是不是所有的业障也在身体里？业障如果有一些人喜欢讲业力的话事实上是的也是在身体里所以对我而言呢，就是所有的秘密都在身体里那时候我们要做这个 podcast， 在取名的时候，我本来是取名叫，我就是想说身世身世就是说身体这个世界然后这个身世也有另外一个意涵，就是说我们的身世。因为很多人呢，也有很多个案告诉我我不晓得我的父亲是谁是说没有爸爸那种对，他比如说他是单亲，他一直没见过他爸爸或者是我跟我的父母非常的疏离。是。然后蜜莉姐你讲那个家族系统呢，没有呢，我们就1代2代而已，就我父母跟我，没有在上代它都是模糊的但是事实上呢，这些所有留下来的都是在身体里。所以蜜莉姐你也是一摸这个身体，一操作这个身体就感受得到这些东西当然都是有主题的啦个案来找我们都是有主题的嘛比如说我睡不着，那么这是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在他身体的哪里，或者是那个我都怎么样一个状况，然后是这个主题在哪，因为整个身体的讯息太多了。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每天不断的在探索我自己的身体。好，米莉姐刚才把自己的这个身心灵历程讲得很云淡风轻，你说做过哪些学过哪些，可是这应该也是花了几10年的时间吗？因为蜜莉姐大概是什么时候从保险业真正转到身心工作？我是在我大概就是45岁的时候到现在应该也差不多，直接暴露年龄10几20年，对啦真是的对，那对啊，所以就是在踏入身心灵工作的这个时候，40几岁开始，然后这几10年，然后就是像就学过这10几年，不要说几10年，有没有70、80岁了吧10几年的时间，然后去学这些的工作，这样是刚才讲，就是说我可能从大概43、42岁我就开始学，然后到45岁我就觉得我可以转业了，这样子。那蜜莉姐你自己觉得就是从保险业就是身体这边痛那边也痛，然后睡不着，那从事身心灵工作之后，你自己的身体有变得比较好吗？老是一样的嘛就是说苍老是大家都公平的，
其他呢我都觉得我很喜欢是说这些能量工作真的有对对对，除了就是说我们身体是不断在变老，这个我也不可抗啊，但是其他的我都很满意啊。比如说那个我躺着就能睡，然后睡了就叫不醒深睡然后就是那个比如说酸啊痛啊，就是这个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记得大概在6、7年前有一次我加入了那个我们专科的时候的一个群组，那是一个学长学姐啊，就是校友的群组。你知道那群组里面都在干嘛吗？大家都在讨论酸痛天哪，然后呢团购那个酸痛贴布，是还有膏药。那时候我就看着这些讯息，后来我就退出群组，因为我就觉得这些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可是你知道现在受到睡不着、酸痛不举另外一个不举影响的人真的很多。是我其实多多少少好像也有一点睡眠问题，就是躺在床上可能要40分钟才睡得着真的那如果蜜莉姐当初是用什么可以稍微讲一下吗？就是比如说当初睡不着的时候用什么东西？当初我就是按摩嘛，就是让我们老师操作嘛。后来我就养成呢像我现在我大概1个礼拜会让人家按摩1到2次就是按摩。那按摩呢我会觉得我会鼓励大家去多试很多按摩师因为你有你的经济考虑、时间考虑那个距离的考虑，还有那个你跟按摩师能不能沟通的各种考虑，那你就是多试一些按摩师，然后你可以从可能10几个按摩师里面呢，你去挑那个他也喜欢你，你也喜欢他就是去挑那个呢他也喜欢你，你也喜欢他，合意的按摩师合意的按摩师他的价格你也 OK， 时间你也很能配合，距离你也可以接受那我自己是偏好很轻柔的按摩对，有一些按摩师都推得很大力这样对对对，那个 BDSM 就有一点像那个就是把你的擀面棍在的面团对对对，那个我不能接受，因为我本身就很怕痛，我连那个针灸我都不敢，那个针这样子很可怕，还有那个打针那我也不敢那这样子打下去很可怕那我就不能那个什么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是不是就是那种一定要把你推开的那种是那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要那种大概按摩师稍微按一下我就整个睡着，然后醒来的时候他已经都按好了轻柔缓慢型是的舒服的是那你如果常常去让按摩师按摩呢，通常你的睡眠应该都可以很好。那如果说你现在是重力的按摩，但是你不能睡得很好，那你可以慢慢调整自己就是变成轻柔的按摩当然有一些人他的观念就是说，如果按摩师按摩的不痛就是没效我不觉得啦，我觉得你的身体舒服是最有效的。因为我也听过有人说他们去按摩要按一按隔天直接发烧那种对，发烧或者是发炎对对对那应该就有问题了嘛他们会觉得说把毒素按出来是吗OK 好，那蜜莉姐你当初44、45岁想要跳到身心工作的时候，而且对身心工作可以说是算是从头开始学那不会有一种不会害怕吗？或者是说觉得说会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没这样想过啦居然对对对，我会觉得说现在的其实保险业很稳定是是是，这个当然那个收入的落差会很大但是保险业就是有一个好处，尤其我所在的公司它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可以维持我的那个合约，那么公司呢还是会给我薪水，以前我努力的一些薪水。什么意思？所以是说没有在里面上班的还可以有薪水？对对对，我那一间保险公司我们不用每天去上班，是因为是业务的关系吧？是吗？
还是说应该是我们那一间保险公司的特色，因为我知道大部分保险公司是不行是哦，所以我们我刚好是待到一家那个非常照顾我们的公司，然后那时候就等于说我还有一个基本的薪水嘛，所以我不会没有收入，不会真的什么都是零这样。对，那你刚刚说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词真好，我应该学起来。可能我的求学或者是工作历程，我都觉得人走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就是说不会白忙一场，学过一定派得上用场。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觉得当下其实没有想到后面，没有在想说以后我要赚多少钱干嘛，因为我那时候只是觉得说我就是要从事一个我很喜欢的工作，因为证券公司算是不是我非常喜欢的工作，但保险公司是嘛，那保险公司之后我一定要再找一个我更喜欢的工作，对吧？算是第二春的概念。对对，然后就没有想过说在这个工作里面会不会活不下去啊，生存不下来啊。我觉得在台湾应该你只要很认真的做你很喜欢做的事情，应该活不下去，不至于活不下去。再怎么样去 7 打个工，总有一个月2万8、3万左右这样吗？是啊，对啊。可是不会陷入一个焦虑吗？就是像前阵子很红的这个新闻，就有一句话就是钱都不会数，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对，就是说这句话，比如说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是一个中年人的焦虑，因为这辈子真的只是这样了，这样。这个因为我也不会有这个想法啦，就是说很多人不会数钱，但是他会赚钱就好了呀，对不对？不见得一定要会怎么样，所以一定会怎么样，因为毕竟我们的身体，我的身体如果诞生在一个富豪的家里，我不用会数钱啊，不用啊，我有点钞机啊，有很多理财专员帮我数钱嘛，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帮我数钱啊，然后就是我不会觉得事情一定是这样，不会觉得真的是这辈子就是这样。我觉得不会啊，因为不一定是这样啊，因为一个人他要穷苦潦倒，他是很多很多因素他才穷苦潦倒的嘛，那他要很有钱或是他要生活得很好，那也是很多很多因素他才会生活得很好，那我只要不断的在我的生命加入这些因素，我就会生活得很好，是这样就是说在我的工作的一个历程里面，可能我年纪也比较大，所以我就常常遇到非常多的朋友，他们很想转换行业我们说中年危机也好，青年危机也好，很多年轻人他也跟我说他做的工作他一点也不喜欢，可是为了生活还是做下去了。对，那我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去探寻你喜欢做什么？突然想到好像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可是他们的兴趣很少他们的兴趣很少。这是我的确我也遇过那个我什么兴趣都没有的人是但是我在想可能他没有机会去探寻到他真正想要的，或者是他觉得他想要的标准很高很高，他可能要走很多很多阶他才达得到，所以他就觉得放弃了。那我是一个比较天真的人我就觉得说我只要朝着一条我自己喜欢的技术也好一个像身心工作是个技术嘛，那保险公司也算是个技术嘛，我只要朝着这边去努力，我就会得到我应得的甚至更多嘛。那我也遇到一些人，他一直抱怨他的主管跟抱怨他的公司，但是我看他3年过去5年过去还是留在这间公司10年过去都还在那里地府里而且还在抱怨那我就觉得蛮奇怪的。那当然对我而言呢我前公司我觉得我是满意的，只是那个工作我觉得我没兴趣了，那我就再去去寻找一个新的我喜欢的工作。那如果您现在也是在一个抱怨你的公司，不满你的主管，不喜欢你的同事，其实
在我们身心工作来说呢，它就是在一个有毒的环境哦，而且每天呢，你早上9点开始，对，要花8个小时甚至更多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有毒的环境里面，你不觉得你需要很有责任的去让自己活在一个没有毒，甚至有很多分多精啊的环境里面吗？是，要么离开这个环境嘛，要么就改变你自己的心态。啊，是的，是这样。但是应该就是没办法，所以才会一直有这么多的抱怨。就是可以多方尝试嘛。比如说，你可以先兼差，像很多身心工作者，他一开始他也是兼差的。比如说，他星期1到星期5上班，然后他星期6其中一天帮人家按摩，或者是他晚上帮人家做脸、做颅剑骨、做催眠，或是塔罗、转塔罗，这个都可以呀。对、对啊，就跟创业一样嘛。是。那蜜莉姐刚才有讲到说，你是这个身体工作者，就是你后来转职成身体工作者嘛，身心工作者。那可是现在的你还有同时是在，那你自己本身也有在经销花精彩油嘛？那你是怎么就是从单纯的身心工作者，然后又有这样的就经销的这个职业？好。就是在有一次我去上海玩，然后我就看到有台湾一个电话号码打电话给我，但我就不敢接嘛，因为你知道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网络的时候，在上海接台湾电话是很贵的。好，那我回台湾之后，我就跟这个电话联络，我说请问有什么事吗？后来他就是我的花精老师、启蒙老师、凤姿老师。就是那个之前一直打你回票了那位不是打你回票，不是是另外一位就是他就是我后来的花精启蒙老师凤姿老师。他就说那个我是谁介绍的，然后呢我想跟你介绍花精彩油。我说那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就约见面了啊。那约见面之后他就让我体验嘛，那说真的我当下有体验，但是瞬间过了就忘了。但是因为我的老师呢他就很持续不懈的来拜访我那我就觉得这个我们以那个保险销售员的这个同理心来说，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认真所以我就比较仔细去听他在介绍这个花精彩油这个部分。那你知道我这个人也是其实也是蛮自大的，因为我们就是一学会身体工作能量工作之后呢，就会觉得自己的技术很厉害，你知道吗？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有这个时期吧。对那我就会觉得我技术那么厉害，我干嘛要这些东西呢？这些辅助品。对，但是因为他很认真我就好像加减用这样。那后来我就发现我很多客户他就会跟我说那个蜜莉姐，我跟你说，我上次让你做完身体你帮我在那个脊椎上插上那个1号气节我回家就加。然后我一开始我就觉得那哪是那哪是花精的作用，那应该是我吧，技术很好技术很好然后就这样子事情就越来越多后来又有一天呢，我的表妹呢，她来我的工作坊，然后她就自己在那边擦干嘛，之后她就跟我说，哇姐姐这些东西都是宝贝，他们真的让我好舒服好舒服好舒服。而且你知道吗，那花精上都站着花仙子。然后我心想，站着花仙子真的吗？我怎么从来没见过？那你知道我从20几岁我就一直在学禅修就是我有做4念处的禅修，佛教的4念处禅修，我已经禅修就是很久了，大概现在一天都禅修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那有一天我就是在那个工作室里面禅修，然后我就说如果有花仙子的话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不然一般禅修是不谈这个的嘛怪力乱神之类的。后来我真的就看到花仙子了长什么样子？就很可爱，小小的很可爱，小小矮矮胖胖。是人形状吗？还是花的形状？人的形状不是人就是有一点那种 Q 版Q 版就有一种像卡通那种形状那我就觉得他跟我讲的是真的耶。那我就开始正视这些产品了，花精跟彩油。后来可能就是销售的还不错
那我的老师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成为我们的经销商？那我是销售起家的嘛，当然好啊。那我也很喜欢去分享这些花精跟彩油给塔罗老师啊、身心工作老师啊、体疗老师啊、美容老师啊、芳疗老师啊、光的老师啊、家族排列老师啊、星座老师啊、催眠老师啊，就是这样哦。那当然用越久，然后学习越多，然后心得就越丰富。就说使用这个产品就体验，对，好的经验越来越多这样。是、那后来我也到大陆去教学嘛，教了几次就是花精跟彩油的课程，运用在身体方面的，运用在身心工作或是自己身体的保养或是能量工作。所以就是有花精彩油经销商，还有身体工作者，还有身心工作者，还有讲师这样。是的，那后来花精彩油就变成我的好朋友那尤其是彩油，我很喜欢彩油，是因为一来它的价位呢，一般人都可以接受，小资女都是非常可以接受的然后我每天就是那个洗完澡在追剧的时候呢，我就是开始全身呢上彩油上花精，然后上彩油，就是全身，因为它那个用起来很舒服。是说那个能量的感觉很强吗？还是怎样？能量感觉也很强，也是就是说你用完你会觉得整个肩膀就往下放，尤其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我真的是无时无刻不紧张不焦虑的那种人。是哦，那我就很需要在晚间的时刻，我有这些东西来协助我放松。那你刚刚有一个疑问嘛是哦，你是一个无时无刻不焦虑的人吗？对不对？你刚刚是不是有这个疑问我有说你没有说，你说是这样对，我应该说我感觉米莉姐你很蛮放松的蛮 chill 的对，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很放松嘛但是我本来也以为我很放松那因为每天都做4念处的修行的时候呢，就很深入到自己的内在的情绪，还有意识，还有各种内心的心念的想法，身体的变化里面，我真的很深刻感觉到每个人包含我其实每天都是非常焦虑紧张所以是大家不自知，但是多多少少其实都蛮紧张焦虑的。对，那因为我在就是4念处这个部分我有很深刻的看见，所以我会知道自己平常是有多么的焦虑跟紧张所以是米莉姐你有借由4念处来观察自己，所以才知道就是你会有这种现象。是那一般人如果没有在做禅修4念处的话，应该不叫没有这种管道可以马上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没有错所以我说往内探索真的是一条很有趣，然后你又可以非常深入的一条路。彩油跟花精比较像是辅助听起来是的，让自己变好，让自己变稳定，或是让自己放松。那米莉姐其实还有很多经历啦，那我们这第一集还没有办法讲那么多，像比如说米莉姐她学了很多不同的技术嘛，那我们之后呢也会讲很多关于米莉姐的历程啊，或是一些比如说彩油花精啊，还有比如说婚姻啊两性啊之类的话题，还有性学。没错，这是也是米莉姐的这个专长之一吧，专长跟最感兴趣的事。对，因为前面没有讲到就是米莉姐后来有去读性学嘛。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话题啊，或者是什么想要知道的部分产品啊，其实都可以跟我们讲对，欢迎传 LINE 或者是留言FB 或者是留言给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下期再见咯。